敲碗最强的奇才 Top 30。好的，我们从31名开始。这次评比非常不容易，除了战斗，还要考量评定阶段、人际交友等非常多因素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觉得好用的奇才以及用法给大家知道吧。那我们《三国志8 Remake》最强10人开始。第10名张飞，奇才是万人敌，基本战斗力不错的张飞，本来应该可以有更高的名次，但战法不多是张飞的一个小伤，另外还有3个大伤。一个大伤是没有特技威风，增加带兵量，带兵量很大程度影响部队的攻防能力。再一大伤是没有枪阵或圆阵这种兵科战法大招，而且万人敌最尴尬的地方是部队要比别人少才有用。最初期好用，但中后期就会陷入两难。武将制三国志最容易的打法，通常是要在玩家所在的城组特工部队四处征战。假设玩家是玩刘备，中后期开始可能要考虑是否让张飞加入特工大队的行列。以张飞的能力，绝对能进特工部队的名单，但大队中部队多了起来，万人敌就没用了。让张飞带着少少的人去守一个常被攻击的据点，或许也是可行的配置之一。这些原因使得张飞相比其他顶级猛将有段微妙的差距，只强在创业最初期。不过张飞有猛将出人中少见的嘴炮功力，谩骂3级，可以一次降敌军50的战役，压制力很强。即便有些缺陷，张飞依然是一个很强的大将，会是一名擅长以少抗多，很能跟敌军慢慢磨到最后的大将。第9名曹操，综合能力值曹老板依然霸榜，超高统帅的曹操，身边常伴人妻也能为自己加持。一般来说，攻防破300就是不错的部队，曹老板随随便便就是破400，还有步兵大招枪阵，让曹操在战场上挤进一线大将之中。全能的曹老板强项不止战斗，内政评定也是奇才超世之杰发挥的舞台。这代评定阶段纪略效果强，离间、破坏、煽动、埋伏成功率不低，离间煽动效果更是显著，对敌方太守发射离间飞弹降忠诚度也是常见的战术。每回合多一战略批，聪明的曹老板自己又可以做2件事情，让曹老板成为评定阶段最有优势的君主，也能让5名文明累积的比别人快上2倍，对人际关系与其他成就都有所帮助。特别是前中期，曹老板有快速发展的优势。第8名董卓，奇才恶逆无道的董卓可以增加金钱和士兵收入，这只是董卓小小的优势。真正让董卓大翻身冲进前10左右3大原因：1. 统帅和武力的提升；2. 有骑兵大招圆阵，全国只有5个人会，光这点就确定赢过没大招的张飞了。3. 君主身份加威风2级。刚刚说张飞因为带兵量太低，即使有不错的统武和奇才，部队攻防能力依然撑不上去。董卓则不一样，这是191年7月剧本的一开场，董卓因为是君主加特技威风的关系，开场就可以带到18000兵，账面上攻防能力高达441、426，甚至比吕布的425、410还要高，因为吕布只能带到15000兵。另外和张飞类似，董卓有猛将里少见的嘴炮功力，谩骂3级，可以一次将对手50的战役，这是一个自己是王牌又可以嘴爆对方王牌的概念。我们恭喜董胖大翻身。第7名周瑜，周瑜再一次成为榜眼，综合能力值仅次于曹操。周瑜像是战斗升级版的曹操，奇才火神让周瑜的伤害拉高不少，但和前几代相比打了不少折扣。火神尴尬的是，策略的神算火技伤害看总帅的带兵量，并没有火神或冷炎的效果，只有工兵的火矢、船舰的火箭、军略的烈火，这3个火的战法攻击力才会上升。而且这一代极少打到水战，水上的火箭几乎等于没用，军略的烈火范围小，只能烧2格，而且也不是所有地形都能释放。实战中能用到的战法，算一算大概只有1.8个战法，火神有机会发挥作用。相较之下，其他增加步技、攻系战法攻击力的奇才，拥有者通常已经是该兵科的佼佼者，至少都会4个战法，5个战法全会的更是大有人在。甚至单论奇才的话，冷炎比火神更好用一些，不像火神要自身战役100，冷炎要的是敌我双方都战役70以上，实战中触发的条件相对容易。火神虽然攻击加的比较多，但要是没能生效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不过要注意，如果比的是周瑜和陆逊的话，周瑜的爆发力还是比陆逊高不止奇才这100到120的20差距。周瑜一来是统帅略高，攻击力略高，武力略高，工兵战法攻击力略高，智力略高，周瑜还有鬼谋2级在撑高智力，让周瑜的军略战法伤害比陆逊更高。周瑜武力虽然不如黄忠，但靠着更高统帅以及更高的箭羽2级，黄忠箭羽是1级。在黄忠60岁开始吃禁药以前，周瑜能打出全国最顶的箭羽，再加上火神效果，让周瑜变成最暴力的军师。明明武力不高，却有着猛将般的暴力输出。除了全国最顶的2级鬼谋和2级箭羽，周瑜还有全国最顶的爆船2级和天启2级。所以即便奇才不够奇，因为基础能力值和超强战法，周瑜依然稳稳排进前10。第6名孙策，有和张飞类似的缺点，步兵只有3个战法，而且没有大招。孙策的奇才小
小霸王，我认为是很实用的奇才，攻击武力85以上的部队，步技攻战法攻击上升85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武力85以上才能发动也是条件，但这个条件好处是更可控，不需要看战役，不论敌我部队谁多谁少，不管有没有亲朋好友，都能确保触发，能透过战前情报就能确定。也就是说，小霸王遇强则强，能与顶尖武将一战。遇弱孙策因为是君主加威风一级的关系，攻防随便都破400以上，照样吊打弱鸡，不会有遇弱则弱的问题。另外，孙策是这代破城能力最好的大将，同样是攻城3级的武将，只有孙策的统帅、武力、带兵量鹤立鸡群。野战中遇到的喽虏几乎都是一下秒杀，大幅减少行军时间和拆塔所耗费的兵力，这些机会成本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。第5名马超，董卓因为高带兵量和骑兵大招援郑挤进前10，那么肯定少不了西凉景马超。跟董卓比较，马超的弱项是带兵量比较少，基本攻防能力比较低，强项是有更高的统帅、更高的武力、更强的2级援郑、行军3级的加速、或成2级拆塔能力、配好配满的5个全骑兵战法，一个都不少，以及强化骑兵战法的奇才炸裂景马超。马超的武力97、2级的援郑、奇才景马超这3项集结起来，让马超可以打出惊人的爆发力，是能一举逆转战局的超级王牌，引导敌军走到适合的地形，控制好最佳时机。马家又有不少亲友团，配合得当的话，时常触发连息攻击。雷包上站着马妹、马岱、马修，马超用援郑绝对有能力打出一支超级深远的满贯红不让，因此不随意乱冲，存好高战役会是玩好马超的关键。第4名关羽，一直提到带兵量对攻防能力的影响，许多强将都输在这一点，君主因此价值大提升，而关羽是少数大致弭平这项弱势的武将，靠着威风2级，关羽不论哪个剧本，开场带兵量都能加3000兵，攻防能力稳定在300到400之间，又有大招枪阵，如果搭配好亲友团触发异星效果，伤害爆发力不一定会输马超。而且异星好处是不管普攻还是战法都会加成伤害，不看变数较大的战役起伏决定能不能发挥效果，而是只要自己带上亲朋好友们上阵就能发动，相对看战役的奇才更可控，续战力也更好，就算战役被压制了，依然能靠普攻连袭攻击打出高伤害，是个非常全面的 T0 大将。单论异星这个奇才，如果是玩家操控的话不错，玩家会交很多朋友，可以很有效的发挥异星的效果，如果是电脑就没太大影响力了。不过关羽因为已经内建不少好妈吉在身边，所以生涯前中期登场的剧本异星大致都能有很好的发挥，只是后期镇守荆州，刘备、张飞、赵云都不在身边，除非是玩家操作，不然效果会大打折扣。不得不说这个奇才真的有戳到点上啊。第3名孙坚，江东猛虎这个奇才跟董卓的恶逆无道有点类似，孙坚可以说是正派王道加强版的董卓，不过江东猛虎有个限制是，打完仗能加兵固然好，只是加的幅度不是很大。以孙坚创业初期来讲，打完一场胜仗约加1500兵左右，但问题是随随便便一个战斗类奇才，一个大招下去伤害都是5000、10000的，这样就显得加这个兵可有可无。以加兵的角度来看，袁绍的名门望族增加的比例更大，一般人征兵约4到5000，袁绍征兵可以突破7000以上，并且不会掉治安。这代又非常重视带兵量，让袁绍在前中期有很大的优势，并且许多奇才要当总帅或参军才能使用，与其在总帅卡一个打赢才有效果的人，多数情况下不如把总帅位置让给其他奇才，不管是狼顾、兵贵神速、山道强袭等都更有效益。奇才不够强没关系，奇才江东猛虎对孙坚只是一个小小的加分项。孙坚真正的优势是 T0 的统帅和武力，而且保护孙子兵法和古定刀的关系，统帅和武力分别冲到104和98，有个剧本因为遇袭的关系魅力甚至是120，还有全国最顶而且唯一的枪阵2级，并且孙坚是永恒不变的君主，加上1级威风，带兵量仅次于董卓的君主加威风2级。比起关羽要靠队友联吸，张飞要限制部队数才能从300达到400以上的攻击力，孙坚靠着高带兵量轻轻松松达到400以上。预设有许多老臣与孙坚敬爱，这些老臣放副将的话，孙坚攻击力更是能直逼500，老臣们也能在战场上跟孙坚一起施展连吸攻击。综合以上全部要素，让孙坚成为最强君主没有之一，为我们永远的总帅献上礼炮。当然寿命不在这次考虑范围内，不然孙坚最大的缺点大概是寿命太短，登场的剧本太少了吧。 OK， 以上介绍完凡人们，接下来2位最有资格说出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句话。第2名吕布，吕布集董卓和孙策的优势于一身，并且是威力加强版，有跟董卓一样的威风2级，比董卓更强的袁正。194年开始的剧本，身份是君主，开场就有2位老婆，初登版的攻击力直接突破500大关。如果关羽联系部队不多的话，光是普攻可能
人都比关羽加异星效果强。都是1万兵的情况下，3支关羽连息触发异星效果的1级枪阵，伤害不如1支天下无双吕小强的1级元阵。吕布还不用在那边瞧走位以便触发连息，一个人单刀直接打下去，简单暴力。吕布最强的是他的奇才天下无双，没有其他附加条件，不管是带步、技、攻都能加战法攻击120，光这样就够强了。还外加自身部队战役每天上升5，自带奋起的效果非常强，等于吕布不用靠别人鼓舞，战斗开始第3日就可以使用有加120攻击的战法，搭配行军3级。当敌军还在整队报数，吕布已经可以用战法秒杀所有部队。又因为能比别人更快达到战役100，统帅高又是带骑兵的吕布，还能先手炸下毁天灭地的大招元阵，一旦被炸到，几乎等于没有反击的机会了。天下无双真的是天下无双，同时具备爆发力与续战力的超实用奇才，挡在吕布面前的人都只能被他的骑兵碾过去。而且吕布高统高武又有天下无双，让吕布成为百搭猛将。不像关羽，如果是电脑操作，异星触发的机会就大幅减少。吕布不管是玩家操作或是委任电脑，都是逆天的强。第1名诸葛亮，诸葛亮会最多的18个战法、15个特技、7个大招，无人出其右。虽然武力低，但靠着高部队攻击力加大招箭雨，诸葛亮还是能打出高额伤害。军略战法伤害看智力，烈火、激流、投石都点满，智力已经是全国最高，再加上跟周瑜并列的顶级2级鬼谋，用军略时再增加智力，这些要素让诸葛亮正适合对付智缺猛将们。以上只是基本，真正让孔明强的是奇才卧龙，担任总帅与参军时使用策略，可让所有我方部队再次使用战法。当大家每个战法都只能用1次的时候，因为奇才卧龙，就只有诸葛亮一人可以让全军用第2、第3甚至第4、第5次战法。比起小军事，诸葛亮更适合指挥大军，场面越浩大，孔明越强，这要其他对手怎么打？刚刚前面说什么枪阵、元阵、箭雨炸裂的强，再怎么强都只是打一发红不让。诸葛亮就像总教练一样，让1到9棒每个人每个打戏都能轰出红不让，而且是轰了又轰，轰了又轰，一直轰。诸葛亮还有遁甲战法的大招落雷，当大家还在冷兵器时代的肉身搏击作战，诸葛亮已经进入魔法的领域，人在远处就可以把对手电到起飞。不过诸葛亮落雷伤害通常不如关羽的枪阵或马超的元阵，部队数够多的话，大约电15000到2万之间，而且这还没有算到电到自己的风险。落雷伤害也看部队的攻防能力，如果想要电出10万伏特，把诸葛亮放到君主部队的副将，可以拉高落雷伤害。旧版8代的魔法攻击比较容易，天变、下雨，接下来就可以放落雷了。重置版因为有战役和战法只能使用1次，这2个条件，想要只靠电击就获胜难度相对高，但没关系，还是有一套专门电击烤肉食谱。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奇才卧龙，必须是主厨或二厨，有麒麟儿放在身边会更好。须有天变，老婆乐音当行政主厨就是不错的选项。鼓舞天启，多多益善，策略全带意志消沉，因为它的范围最广，方便刷新战法。备好食材后，料理步骤如下：1. 开场鼓舞卧龙部队；2. 天变下雨；3. 落雷开电；4. 使用策略意志消沉或10天后触发麒麟儿效果，刷新战法。5. 重复以上动作，一场战斗最多可以电击6次，算上30天的限制，差不多可以从头电到战斗结束。必须说，诸葛亮跟吕布真的难选，一个是团战最强，一个是个人最强。许多剧本吕布身份是君主，加上威风2级，带兵量比其他猛将多很多。前期剧本打架肯定是秋风落叶般的扫街，如果用小中大军事以及前中后期剧本，可以再细分他们的实力，满分10分。诸葛亮创业初期，队友的指语量都还没上来，所以影响相对小。到了后期大型会战，可以组个关张马黄赵魏姜7虎将，这样卧龙就强到无人能及了，必须超过满分。吕布后期肯定还是强，只要抓准时机炸下元阵，依然有超高的破坏力。不过战力最悬殊的时期，还是小坡军事的对战或前期剧本，大家都只有1到3支部队，2到3万兵左右的时期，一个元阵随随便便就打个2到3万，战斗很高几率直接一波带走，就像看到鬼神一样的存在。敌人的恐惧感、绝望感肯定是外人无法想象。以上是依每一个武将有登场的剧本去评比，玩家操作的话，自己练功都能改善缺点，渐渐变强，或是因为带兵量很大程度影响攻防能力和策略神算火计的伤害，所以张飞、周瑜这种没威风又寄人篱下的武将，如果下野自行创业，就可以立刻增加带兵量，进而大幅提升攻防能力。提升带兵量之后，强度有机会超越其他名次更高的武将，属于上限更高、未来展望更好的武将，又或是透
透过副将补上不足的战法，都可以玩出更多变化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是孙策加周瑜放一队带工兵，周瑜的箭雨补上孙策缺大招的问题，用火使有机会同时触发火神和小霸王效果，一击破万绝对不是问题。其他强势的武将像是夏侯惇、陆逊，只看奇才的话，火神冷言虽然瞬间爆发力高，但实用度可能还不如夏侯惇的不屈不挠。在他旁边的部队每天战役上升5，是这代的超级奶爸。只要开场鼓舞奶爸后，奶爸就会不断产出战役，欢乐大放送，根本是行动军乐台。无论是前中后期都是很好用的奇才。还有司马懿，之前介绍过适合闪电战的司马郎顾，也是很好用的奇才。带兵量影响巨大的原因，袁绍可以用奇才名门望族，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势力，打个暴兵流也很好用，连战斗画面都不用进，也能平推曹操。姜维奇才麒麟儿，第10天后可以再一次使用自身部队的战法，简单好用，主将副将两相宜。还有哪些遗珠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。